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看就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简舒培，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五个大家好；时事评论人周伟航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李柏毅，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邱明玉，大家好；时事评论人黄一中老师。大家晚安。好，那你会关心的是，民党现在呢，包括不管是要清战场，从党啊，包括院啦、包括你看到那个某种幅度的改组，那包括呢民党的秘书长也换，那党团呢，现在大家会关注到党团是不是也开始在某种程度是真的会换吗？当然，这样的一个清战场对于未来不管2026、2028会产生什么样一些影响？那当然，对于国内人来讲的话，大家会看到对蓝白阵营蓝白合看起来是一定要往下走的一个趋势吗？可是对于柯文哲前主席来讲的话，当蓝营国民党的朱立伦主席喊那柯文哲是不是被政治收押，然后包括黄国昌他们在8月30号要所谓的司法走读，那今天大家看到今天台北地院那再开庭，那开庭呢目的那是要看彭正生当时在过程认罪的那一块，那个勘验当时的一些的包括光碟啦，所有这一部分。对于未来柯文哲前主席，包括他押与不押，会不会招保，他会有什么样一些影响呢？义善是今天大家的重点。好，第一个你会摆在这个地方要看这个，为什么大家要这么在乎彭正生认罪的光碟？对，因为彭正生认证的关键，他负责了2个部分嘛，一个他是多委会的主席嘛，一个是最后核定的那个假章，他盖了柯文哲的假章嘛，所以不是所谓的金华城的图利案，不是彭正生要扛起来，就是柯文哲的事情嘛，所以彭正生的认罪当然很清楚了，他站在对于自己有利的立场，从中间的过程，包含所谓的研议也好，或者是交办也好，其实柯文哲都有参与在里面，所以他当然是把这个责任说是因为市长交办我做这件事情，所以他的证词当然是相当的关键，是会坐实了柯文哲有没有图利金华城的关键证据嘛。所以柯文哲今天为什么要对于所谓的彭正生的证词做所谓的不正讯问的这个检辩双方的攻防嘛？当然他说消失了2个小时，但是我要讲的是说，有没有不正讯问，是不是应该只有彭正生本人跟彭正生的律师在现场，他就可以主张嘛？如果不正讯问的时候，这2个小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们现场可以做主张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的证词里面有没有讲到彭正生跟他的律师有做出所谓不正讯问的这个答辩？没有，其实从头都没有。所以这个不正讯问，当然是否对于彭正生的证词是否有所谓的证据力？现在柯文哲的律师跟这个检察官当然会做法庭上面攻防。柯文哲这边申请勘验的嘛，对不对？申请勘验啊，好，即使最后由法官来做裁定，到底彭正生的证词到底有没有证据力嘛？那如果有证据力，那当然你的这个检辩双方，你就是他就是没有不正讯问的问题啊。即使假设彭正生的这个证词不能被采用，那还有其他证词啊，包含邵秀佩的证词，包含其他的市府官员的证词，一大堆证词啊，不只是有证词嘛，还有证据，包含柯文哲你指示的那一张小贴纸，这个所谓的贴纸给彭正生说那个快就好，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他们现在对于所谓的金华城的容积率应该已经死心了，他们现在期待的就是动工的这个贴纸，表示你这个过程里面，你对彭正生是有影响力，而且是实质影响力，直接指挥彭正生去处理这个金华城案嘛。所以即使这一份所谓的彭正生的证词，因为他下周2会出庭，那彭正生会不会翻供，当然是另外一个关键。但是如果不翻供的话，那也有其他的证据来佐证柯文哲对于金华城案是有实质的影响力的。所以这些过程我都觉得柯文哲是不断的在拖延庭讯的时间即使彭正生的证词不算，那你要不要其他的证据全部都来勘验一遍？那就拖延了整个庭讯的时间，而拖延这些庭讯的时间，事实上对于加速审判跟他羁押是有实质的影响关系嘛？因为如果你不断的拖延这个庭讯时间，那交叉结问的时间变长的时候，对于你羁押的理由就是怕你去影响相关证人的这些事情，就会变成法官裁定续押的非常关键理由。所以柯文哲对于这些
案子，它对于所谓的证据力的这些问题的这个检辩双方的交叉的这个诘问，到底是在司法上要证明自己无罪呢，还是只是在说服他在政治上未来有可能被交保之后的实质影响力？所以我觉得他在司法上其实包含黄国昌今天为什么在法官在出来之后直接不是骂检察官哦，他这一次直接骂法官了，表示他对检察官已经放弃了，对这些证据力都已经放弃了，他直接就是要证明法官的一审判决出来的所有的结果他们都不认了，所以他直接就是骂了法官。那不认的这些问题，为什么他们会做一个所谓的我清清白白我是无罪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不是在司法上面没有证据，而是在政治上面他们要企图发挥他的影响力嘛。也就是说，柯文哲或民众党或黄国昌现在已经不在司法上面搞了，他们要在用政治上面去压迫司法，所以不要再说司法压迫政治，司法不公啊，政治审判其实是政治在压迫司法，而动员这些政治的就是黄国昌，还有包含国民党。国民党在所谓的823这个大罢免这个国民党防守成功之后，竟然把这个理由啊变成是说我要释放柯文哲的理由。我就问，大罢免哪一件事情是跟柯文哲有关的？大罢免的起因是因为国会乱下来的起因。好，大罢免的结果，国民党现在胜了，也是因为民众期待朝野和谐。哪一件事情跟柯文哲有关了？公投案也是啊，河山研议好，即使你们认为你们赢了啊，同意票比较多，那也是人民对于能源多元的期待。哪一件事情是跟柯文哲有关的？所以国民党不要再用政治力去压迫司法上面的公正审判，这反而对台湾的司法是一个伤害。更不要误读这些大罢免跟公投的结果，叫做要释放柯文哲，因为他对台湾民主是更大的伤害。彭正春前副市长他的证词具不具备证据能力跟证明力？未来来讲的话，因为包括下个礼拜他自己也要出庭，他自己会是做什么样一个主张？对柯文哲，柯前主席、柯前市长，在天华城这个案子里面，到底那实质在审判上会有什么影响？这是司法上面的论断的一个问题。但现在看起来，对于柯前主席来讲的话，整个这个案子所延烧出来的，包括交不交保，那所有这些，似乎已经是不再只是单纯的一个司法上面大家在论证的事情。看起来它某种程度，小玉算不算已经到了政治层面的一个问题？因为当初有人直接喊他是政治收押，当黄国昌他们直接830要办所谓的司法走读，要绕着官邸那个地方走。包括了时间，那虽然后来那个要申请的那个路线不是后来被驳回吗？但他就跟你讲，就算我7点多开始要去那边走，我一不集会二不游行，不行吗？我去那个地方走读不行吗？然后包括陈佩琪，当然你说以陈佩琪女士来讲的话，她所有的心声或呼吁，我觉得大家大概都能够体谅这些。但是她今天在讲，那她一样号召小草，她一样要去司法走读，她要告诉大家司法改革这条路。所以现在看起来，蓝白阵营对于要不要让柯文哲交保，它不单纯是一个司法认证的问题，它不单纯是法官到底要不要在譬如说柯文哲这次大概到10月左右吧，如果这一次的那个羁押，现在已经不单纯是这个问题，而是大家把它已经某种程度，它是真的已经政治化了。这个绝对是高度政治化啦。好，那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嘛，就是说，民众党每次谈到这件事的时候，他就是没有要跟你去讲司法的问题，他就是直接就是一直把他上纲到这个柯文，就上纲到赖清德。对，然后赖清德放人。对，就要赖清德放人。好，这个我们已经讲过是很荒谬的一件事了哈。那回过头来就是说，陈佩琪啊，看起来他也是要在830那天，他也要来参加这个那个公民走读的部分。但是我是说，你陈佩琪你要来救你的安，护你的安，这个我们没意见。可是你要不要先交代？为什么这个4300万的商办这件事情也满了1周年啊？那这件事情你还是没有，你当初不是说这个被人家抓到嘛？说你4300万的商办哦，这个是在柯文哲名下啊，你们不是说要捐出来给民众党，不管是要做中央党部也好，或是要给他做党主席办公室也好，现在捐到现在嘞，我们也要问啊，这也1周年了，不是吗？就大家也要问啊。那我就觉得很奇怪，民众党每次都在这个很努力啊，在帮柯文哲争取他的权益的时候，怎么他们都不关心自己的权益啊？这个4300万的商办不是他们的党产吗？他们怎么都不关心？这是我比较好奇的一个地方了哈。那再来哈，就是说，我觉得黄国昌哦，我真心觉得他就不是那么正派，就你一直要在游走法律的边缘，就是明明就是禁制区。好，
那禁制区的部分，你一开始你就申请禁制区，你被中正2打回票，那中正2就跟你讲那个是禁制区，可是你就不老实告诉大家，你就要故意去歪说哦，这个就是警政一条边，好，然后又说这个是赖清德。他说他申请了，然后3万块也交了，然后本来不是准的吗？后来为什么又打回来？就是不让民众的。对，中正2分局就已经跟你讲了，这个因为你申请的是禁制区，这是不可能的。那问题是说，你本来去登记，然后再去缴3万块，这个本来就是程序啊。你要缴了，然后去申请之后，然后那个中正2分局跟那个警察局跟新公处才能跟你去审核嘛，到底是准还是说要驳回？驳回就把3万块还你，不就这样？就程序就这样，可是他就一定要歪楼，歪到说哦，我们申请了，但是我们被打回票，然后又要上纲到这个。但小草买单呢？那你不觉得吗？他就是诉诸他的同温层嘛，就诉诸同温层嘛。那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觉得他就是不正派的地方在，你可以这样做，可是我觉得你不正派啊，你就是不正派啊，那明明就不对的事情，可是你故意要扭曲嘛。以上言论代表邱明玉个人立场。是啊，不然那就不正派啊。那像你看哦，他礼拜这个8月30号他要去那个总统官邸那边啊，对啊，就是明明这边不让你游会集会游行，那你现在转了一个弯，你就说哦，我们就是要两成行哦，我们就走读。就走读，然后就去围那个官邸，然后就说，因为我们是2个人，我们不是集会啊。可是你不是集会，你是游行啊。集会是3个人啊。可是你这样走不是游行吗？那就不行就不行啊！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一定要去挑战这件事情啊。其实我不喜欢说就是煽动这样啊，不你游走你就这样，可是我不喜欢这样。可是我觉得说不行就是不行嘛。那他就故意要这样游走那边。那如果到时候真的有人去滋事的话，那黄国昌你把人带过去，你是不是要负责任？那对啊，那到时候他又说啊，那是公民自己的啊，又不是。我觉得不能这样，你人带去就是你的责任。当然，所以我就说这个禁制区不行就是不行。所以那你硬要这样子闯，我就觉得说这个人就是不正派了哈。这个禁制区不行就是不行，所以那你硬要这样子闯，我就觉得说这个人就是不正派了哈。那最后我要讲的是说哈，那他现在要集合在这个捷运的5号站啊哈，那看他现在不是要赶在捷运5号站那边集合吗？这又显示他不正派的那一点。为什么？因为他这捷运的人潮啊，他就要说这都是他的。就他们很喜欢办在捷运那边，然后就办在这个什么摊贩，或者办在那个夜市，就很喜欢把那种溢出来的人潮啊，人家去夜市啊，或者人家坐捷运出来，他就会把这些人都算成是我的人，这样就说哦，这些都是来支持我们，都是来声援柯文哲，就不是啊，所以你就可以。为什么我都觉得说黄国昌他的一些作为，你明明就是学法律的，可是你老是喜欢去做一些冲撞法律的事情啊，不然啊，最后啦，大家最近都喜欢笑他嘛，不然你就修法啊。你禁制区不让我去，我就修法。反正这个民众党最爱的公投不过修公投法嘛，然后这个柯文哲不出来就修刑诉法嘛，他们不是最爱这样吗？那你就大大方方修法，修成禁制区是可以去的。按理公这样好不好？当然就是不行嘛。所以现在看起来蓝白阵营有一个交集点是在柯文哲、柯前主席身上。那所以为什么朱立伦主席讲说政治收押要放人，然后黄国昌他们更不要讲了。可是两边的态度，如果你真的细究的话，其实有一点点不太一样。黄国昌他们这边阵营是讲说清清白白，就是没有事。蓝营听起来，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误解，蓝营听起来是说你要有没有犯罪，要不要怎么办，你们往下办。但是压了这么久，是不是该放人？是不是这样？没错，我先讲柯文哲市长。柯文哲主席，他一开始不管有没有图利或者是什么贪污等等，那叫做司法案件。但是当他被羁押1年之后，已经渐渐从司法案件转变成为政治问题了。OK， 因为很简单，柯文哲主席他已经被起诉了。柯文哲主席现在相关的案例，目前看起来检调也是没有新的事证。唯一讲的就是说，可能是不是橘子没有回来，让他可能有在外面有串供的问题。那我就问，如果橘子一直都不回来，你们是不是要一直持续压柯文哲？我不晓得，这是司法的判定。但问题是，当你压了1年之后，没有办法提出实质证明来的时候，越来越多的民众对于你当时羁押柯文哲的态度是有所改变的。因为最近有个民调嘛，对我们的朱立伦主席，他有讲应该释放柯文哲，然后用公平审判取代押人取供的这个言论，他讲了出来。针对这句话，有做一个民调。47%是赞成，39.5%是不赞成。那这39.5%应该就属于比较绿营的一些基本盘，他觉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但47%赞成，这个赞成度是远高于民众党的支持度。民众党的支持度大概就10多%吧，大概就10多%嘛。但是却有47%赞成，表示不只是民众党支持把柯文哲放出来，连很多蓝营的甚至浅蓝的人都赞成了，应该要把柯文哲放出来。因为我不晓得他有没有罪，我不知道柯文哲有没有问题，甚至我觉得柯文哲在某一些举动上是很有争议的，包括说你之前他的一些钱有没有申报等等，包括有没有图利都是有争议。但有争议不代表你现在把他压了1年还不晓得结果啊。一审最多压15个月啊，大家知道，如果继续压下去，最多压到明年大概3月左右啊。那你是不是要持续压3月？3月完之后，如果一审没有判，你还是得出来，要不然你就一审判了再压，对，就再压，对，看你要不要继续压。但问题是，就司法层面而言，这绝对都是司法可以做的决策，这个我没有任何的意见。但问题是，柯文哲就真的不是一般民众嘛？大家都知道他什么状况，他是民众党党主席，包括接下来不管2026、2028所有的选举，民众党都会有他的支持者在里面。这如果你要用司法的问题来处理柯文哲案件，我觉得当然可以。但相对于你是否拿出具体的证明跟事证，让所有的民众，包括了一般中间选民都能够接受，这也是你司法必须要付出的一些做法以及代价嘛。你不能说，我可以压他，所以我就压，然后嘞没有然后了，就一直压在那里。然后看到柯文哲上庭就给你吵吵闹闹，然后检察官也没有办法，法官也没办法，因为到现在还没有判出结果来，天天讲橘子。我也认为橘子该回来啊，当然该回来，但不回来那到底怎么办呢？你有没有一个想法？他这辈子不回来，柯文哲是一辈子都要在里面。这个我觉得必须要说清楚讲明白，柯文哲有没有罪？不关我们的事情，法院来判。但是至少在这个时候，在羁押了1年之后，应该让他出来了，然后让法院继续做他们该要做的决定以及后续的策略，而不是一直把人压在那里面。大家都知道，以橘子不回来的状况，你就要再压3个月也是一样啊，没有新的东西啊。可是你不觉得他每次都在发文，然后用柯文哲的名义发文，然后一直在施压，然后一直在用他的影响力在影响其他的证人吗？我先讲好了，他在里面都已经这样。如果这样子，那我也没有意见，那你就继续关他，因为这个老讲这不是我能够决定的，不是司法。如果你们认为继续关他，我唯一有意见就是说，如果赖清德可以介入司法，早就放了啦。就是因为没办法介入司法，所以法官包含每一次的羁押庭，他都有律师跟检察官的判断哦。最后北院会裁定，或者北院这次羁押理由还随时可以调整羁押那个条件有没有被改变嘛？这个都是法院跟司法单位在做裁定的，跟政治一点关系都没有。老师，您刚刚讲的话，我绝对认同。但是民众认不认同？在民调已经告诉你答案了嘛？司法独立性，这不是我们在争。司法独立性，如果赖清德要扛，我觉得赖清德要扛。好，他必须对于所谓我维持司法独立性，导致民众的不爽，导致柯文哲柯粉的不爽，赖清德当然要承受这些压力嘛。但是要不要维护司法的独立性，我觉得应该要。OK， 这个我都尊重，因为毕竟是司法，它有它的所谓的独立性跟它的贞操所在。但整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超过了一般民众的认知？这个我觉得要讨论一下。就羁押1年够不够，或者是羁押15个月够不够？这个东西，我觉得相关单位，包括执政党都出来说明啊。你不是很矛盾？你刚刚攻击一大堆，然后最后又说要尊重司法的独立性。我一开始有讲啊，现在放了哪有司法的独立性？我一开始讲说，我把就司法，我把一开始有讲，本来就是要尊重司法的独立性。但问题是，当你司法独立性完之后，就好了啊。我尊重啊，但问题是，他说老百姓怎么想？大家我讲都不要讲，那继续关好不好？继续好不好？你这么喜欢，他继续关下去好不好？对啊，我现在是替民进党着想啊，你们的民调一直往下落啊，支持柯文哲的越来越多，对你们绿营整体是不利的，所以我才想你们要多考虑一下民众的想法是什么。如果你们真的觉得要完全独立性，然后大家都不要管，你要坚持到底，那我也赞成，那就坚持到底好不好？柯文哲继续关下去，有多长关多长，很棒。OK， 来舒培，我先回应一下啦。柯文哲有罪这件事情是谁去检举的？不是就是钟小平吗？对不对？所以钟小平认为整个在金华城里面，柯文哲送给金华城20% 龙奖是涉嫌图利，甚至这中间有收贿嘛，所以才会去检举嘛。那现在这个刚刚博弈讲说啊，柯文哲有没有罪啊，就要交给法院去审判嘛，你就让他出白嘛，让法院去审判。我回一下博弈这一句话，请问柯文哲现在继续收押，是法院判的还是检察官自己决定？不是法院判的吗？不管他几次的收押、延押这一件事情，全部都是法官判的，那你怎么可以双标？一方面说柯文哲交保之后就法官判就好了，现在柯文哲收押也是法官决定的啊。
所以蓝白继续操作所谓一个政治化收押柯文哲这一件事情，是蓝白一起做的嘛？请问国民党的朱立伦主席为什么要认为柯文哲现在的被收押是政治收押？为什么是政治收押？哪一个收押是检察官说了算？哪一个检察官是总统说了算就可以收押的？都不是啊，都是法院判的啊。可是刚刚博弈讲的这些东西讲完之后，好像是民进党自己赖清德主席说收押就收押。不，没有，你刚刚讲的是的部分就是这样嘛。可是刚刚一山大哥有没有告诉大家，柯文哲现在还在干嘛？他还在勘验证据，勘验证据就是拖延自己的公平审判的时间呢。不是吗？你越勘验证据，你就一直拖庭期的时间，你就让自己的审判时间一直往后推。那到底是谁要让柯文哲被收押？不就是柯文哲自己吗？连彭正生都认为他中间所谓的勘验光碟里面，那所谓的2个小时1分钟是他去吃饭、去他休息的时间。彭正生都说了，可是柯文哲说什么？没有啦。这就是彭正生可能就有不正被讯问，所以我要勘验啊，所以法官就要再安排1天的庭期来勘验这个光碟啊，所以是柯文哲自己在拖自己的，不是吗？那国民党跟民众党都用这样子的方式在动员自己，然后是好像在抹黑整个司法，说在柯文哲案子里面是不公平的。我觉得这件事情不会太扯嘛。然后一方面动员自己的支持者来抹黑司法，然后一方面说啊，你们就要让法院审啊，你们就要听信法官的啦。那我问你啦，如果法官后来判出来跟国民党的期待、跟民众党的期待不一样，你们是不是又要说司法不公？说这个连法官都受民进党影响，是这样吗？我觉得这件事情很离谱嘛。所以在几天之前，这个林涛啊上贵节目的时候就讲到说这个检察总长对，因为3Q 去问了说啊，到底哪一条法律可以让让这个赖清德放了柯文哲嘛？然后这个林涛就说，哎呀，你这个跟检察总长来谈话的时候，就可以跟他讲，第一个，现在有检察总长吗？好像没有。你说这件事情里面，对，现在没有检察总长啊，对不对？然后再来第二个，过去在我们所知的法律上面，没有任何一个案子可以由这个总统直接把检察总长调来问的，除了马英九的案子，马英九跟这个王金平的马王战争之外，其他都没有嘛。那也许就是国民党执政的过程当中，马英九或者是过去的国民党的执政者，常常用自己的权力去影响司法，所以才会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结果。所以现在包含朱立伦都认为说，现在的执政党应该要立即释放柯文哲，但就如同3Q 讲的嘛，哪一条法令、哪一个规定是可以由总统直接下令释放柯文哲的？如果没有这件事情要法院决定才行的话，为什么要去走读？为什么要去走读？走读能够让柯文哲出来吗？走读可以让柯文哲马上释放吗？释放柯文哲，不羁押柯文哲，就是法院决定的，不是赖清德。不是检察官，所以现在国民党配合民众党一直在那边抹黑司法，其实就是在转移焦点嘛，赚取自己的政治利益而已嘛。来，一中老师，你会怎么解读？好，还是问到那句话，这柯文哲到底要不要交保？理论上，他当然就应该是司法的问题，包括法院，然后最后要决定要不要交保这些。但是现在他是单纯的一个司法的问题吗？如果他是单纯一个司法的问题，那就司法单纯来解决。是。包括法院，然后最后要决定要不要交保这些。但是现在他是单纯的一个司法的问题吗？如果他是单纯一个司法的问题，那就司法单纯来解决。是。但是当蓝营有没有闻到一个味道，这显然有政治意味在里面。那白营就更不要讲了。是。当这边都在用政治的角度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你告诉我这件事情该怎么办？白营就是一直从头到尾就是要把这件事情打成是政治。那现在是连蓝营也嗅到这个味道，所以也加入。那我觉得常常我们讲司法归司法，政治归政治。那但是他用政治去影响司法这个方式啊，不断的去逼迫司法，然后去影响民意啊，这是民众党的策略。我讲一件事情就好，凭良心讲啦，就算法官，我们讲过很多次，因为法官讲柯文哲3个月
羁押，然后接下来是2个月的延押。老实讲，就算法官要放柯文哲出来，也很难放。为什么？他们8月30号又要去包围北检，又要去在法院那边绕。那到官邸还有官邸呢，附近你们做这些政治的动作，这边给我拉，那个违反禁制区嘛？你这边拉。然后我如果法官还放你出来，那不就意味着就是说，哦，所以以后只要有人被关在里面，你在外面绕一堆人那边绕，那法官就可以把他放出来。那以后黑道角头在里面，我跟你讲，被绕狼黑道角头比你还厉害。那堂口全部绕出来的话，外面摆一两万个兄弟在那边，是不是法官就要放人？所以变成法官就算原本想要放，他也没办法放。所以我常常讲说，你们做这个策略根本就不是想要让柯文哲出来。你们越做让法官越为难。我就想，法官即便就因为很多证据。其实检察官起诉以后，证据基本上就调查完面，接下来是交互诘问的这些嘛。那只要柯文哲也跟法官说，我不会逃亡，我绝对不可能逃亡啊。我大概也觉得他不会逃亡，因为他现在是把他弄成政治案件，他也不可能逃亡，所以他出来反而是英雄嘛。所以这种情况下，法官认为说，那他没有逃亡的必要，因为他有说他电子脚镣什么的，那橘子反正也回不来了。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可以让他先出来？原本也许法官有这种考量，可是你不断的用这种时不时就在法院外面那边绕，你根本就是逼着法官没有办法做这个决定。那所以这个是司法，可是你用这个政治动作啊，就让形塑一个形象说啊，柯文哲关在里面已经关1年，而且可能还要继续关下去，然后就可怜的啊，柯文哲他像陈佩琪夫人时不时就发一些比较激烈的文章或者是掉泪什么的，那个东西在情绪上，民众会觉得说哦，阿玛西跟他是关我看顾啊，所以这个东西你说在政治上，所以当朱立伦讲出这句话，刚刚我们看正传的民调，他的命题是这样。朱立伦说柯文哲被政治收押，应该马上释放，用公平审判取代押人取供。请问您同不同意？认不认同？整体来看是47%同意，不同意是39.5%。这个其实也是大于，就是他明明是司法案件现在已经把它搞成是超过就47%人同意是认为是自证性。然后你如果细看，我们把它圈起来，你来看但民进党支持者是不认为，民进党绝大多数都是77%是不同意这件事，不同意这个命题。但是国民党的支持者将近就是69.8%是认为这个是政治收押柯文哲。那民众党支持者更不用讲，83.7%。好，那我要再往下看是这里面还涉及到年龄，你看那个年龄这个才是麻烦的地方。20到29岁。认为是政治收押有61%，打勾，这都是很高的。30到39是54%，40到49 55%，50到59 49%，也就是这些年纪都是远远认为柯文哲是被政治收押。那这里面很多都知识分子，以学历来看的话，这些都是绝高多数知识分子，也就是说年轻人、知识分子都已经被他们这个命题所，我不要说洗脑，但是就是也觉得好像是这样。所以这件事情变成是光排天了，柯文哲管理来在引导的代际了，一代在。跟我们在外面有什么关系？可是它很好用啊！柯文哲被关在里面，把它形塑成政治打压，对于我们外面的这个政治的运作上来讲，我看已经洗成年轻人跟那么60岁以下，大概都认为是这件事，而且还有一个更厉害的，那个正传媒的命题就继续问各位民众，那你们是否希望蓝白合？我们来看一下，认为希望蓝白合的是54.3%。那不希望蓝白合的是26.7%，那这里面你如果继续再追问83%的国民党支持者希望蓝白合，变成3%那民众党的支持者也有77.8%，也就是说蓝白的支持者绝大多数都已经回到，而且蓝营会比白营还要积极。对，白营也蛮高的，白营也77.8%，也是非常高。你要想当初柯文哲那时候跟侯友宜谈的时候，其实蓝营也很多也不是很赞成，对，那更不用讲白营是极度反对。经过这一波1年多来的这样纷纷扰扰，柯文哲关在里面就变成是祭品一样。这个祭品现在让外面的这些支持者已经是绝大多数都认定。赶快排天爱啦！我如果是这些支持者，这些政治领袖，我巴不得你柯文哲都关个戏的。你关到2028了，赶快排天爱啊！一关到2028，然后大家就继续在政治上领红利。我们只要让这件事情，让这个命题一直不断的存在。到2028，温选掉以后，温这个柯文哲特色的。我们蓝营绝对没有这种想法，我们尊重司法。我刚才讲的，我们尊重司法，是这样子。我们绝对尊重司法。姐刚讲的没问题，我尊重，好不好？我刚刚讲错了，我尊重司法，好不好？继续关，好不好？继续关，对，司法独立。继续压2028的蓝白合，他们会这个顺理成章的完成，因为这个就是最重要的。所以对蓝白合来讲，柯文哲能继续压在里面是最好、最100%稳定。我刚刚民调上都显示，然后就一直关到2028，国民党蓝白合选上总统以后，我跟你讲，总统有无限特赦权嘛，他就一句话，柯文哲特赦就，所以这件变成是
光排名啦，现在希望柯文哲出来的绝对不会是你们蓝白的这些人，绿营的，因为我就没讲，我也没办法，但是我们没办法，真的也没办法讲，对不对？我们束手怎么会无策。这么吊诡对，的一件事？我们束手无策啊！因为如果绿营可以叫柯文哲出来，光排名大罢免期就把他放出来。我必须要回应一中老师这一句，这个整个分析啊，我觉得确实从民调上面看来。这个蓝白的操作有没有成功？有成功。他们真的觉得柯文哲被收押是政治收押，是绿营可以影响的。但如刚刚所说，那民进党最好的策略是什么？柯文哲放出来。对啊，柯文哲放出来，黄国昌第一个就最紧张的嘛。没错。但我就问你嘛，如果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不做？现在这么多的改革，人事的改革，包含我们等一下会讨论的党团里面，民进党党团这一件事情，我都光想到这个问题，我都不知道我要该怎么讲的问题，我们都要做的。所以我才讲，所以如果真的可以做，法院外面绕，好不好？拼了老命在法院那边绕，时不时在那边绕，他就是逼着法官没办法让他交保。是。其实我有个解决的方式啦，其实就是一审赶快判下来了，然后进入法院。他就是不让他我的讲法是，对，我的讲法是，柯文哲不让他判怎么办呢？没有，我讲法就是让他赶快判下来，不管是绿营还是白营。这个做法是最好，大家也就没有争议。白营没有要赶快让他判，不关我们蓝营的事啊，我讲不关我们蓝营的事啊，不愿意啊。柯文哲跟柯文哲律师不断的在勘验证据，他就拖了这个庭讯的一个时程嘛，就不断的往后拖。那一审判决就必须把所有的证据力到底有没有的时候，才能做所谓的审判嘛。但是如果像今天还在勘验，是金华城土地案，我说真的，我们3月的时候也在讨论这个事情，到8月了。还在讨论这个事情，过了半年了，为什么他还在勘验？他自己在拖他自己的时间，不是吗？不过如果照刚刚来宾所这样分析，你看这2天法务部长郑明谦对黄国昌上去，几乎大家也是对呛的是。然后吴宗宪国民党的委员，然后当过检察官的趁火拍桌是。然后大家同时围剿的那些状况，某种程度，如果照刚才尤其一中所讲的，当蓝白合希望能够往下走的时候，你总要找到有一些议题，让蓝营跟白营的支持者能够同仇敌忾。对，那有一种方式是黄国昌一直不断的骂赖清德总统，或是一直不断把所有东西指向赖清德。另外一个，当柯文哲在那里面在被压的那时候，那朱立伦难道不知道总统没有权限可以去包括放人啊或者什么？他一定知道吧？是。他为什么要讲这一段话？显然这一段话，你看这份民调里面，民众党有83%的人觉得对他讲的对，连国民党都有70%的人。所以刚讲，你如果换在2023 11月，蓝白谈成了，结果破局，蓝白各自有多少人看着对方都不顺眼？但是显然因为这个样子。政治操作上面某种程度就是对了，就是蓝白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好叫祭品也好，叫什么的好，真的就往这方向走了。这个我想哈，现在民调当然了，看起来大家会这个略有法律常识的可能会非常震惊啦哈，怎么会说这个是什么政治收押等等？但大家也要考虑到了，现在也没有投票这个把民意变现的机会，所以他这个暂时民意的呈现，你要不要被牵着走？我们要思考的就不是说，哎呦，立法委员他2028才选啊，地方县市首长要怎么表态？2026年底才选都还有一段时间。那你现在这么在意，我告诉你，2026年底柯文哲再派不出来，真的大家都应该生气了哈，这真的拖太久。但现在是2025年中，大罢免会让大家觉得一天到晚有投票了，但实际上不是一天到晚有投票。现在什么要投票呢？冷静一想，国民党主席要投票了。所以这个是什么争议？蓝白合是国民党主席路线争议，你必须要有这一个大的格局去理解，你才能看得出来朱立伦为什么823当晚立刻就要画押，挺柯，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国民党来说，蓝白合就是我国民党要你民众党的票，我要你的票，那民众党要的是什么？民众党就很自然反过来，我要你陪我一起疯啊！我有多疯，你就要有多疯，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朱一伦率先演出之后，林涛也在这里激情演出嘛，疯到就是大家都只能呵呵了能够讲什么呢？
在法律上，当然大家现在讨这个现实问题，就是其实像我们伦理学有一个基本常识 ，ought imply can， 就是应该蕴含正能。你叫他应该做这件事情，代表他能够做这件事。如果他没有手，你不能叫他用手吃饭啊。同样的总统，他没有办法，你告诉我怎么把柯文哲放出来？他只能叫个宪兵一个营去打土城嘛，把人救出来，只能这样子。有这种搞法吗？需要用到宪兵一个营吗？因为总统直接指挥就在后面。对，所以这个就是现实实务的问题，技术上根本不可能。那你去要求赶快释放，人家做不到。那重点就是在于说，如果真的有百姓相信，那我们只能说没办法，双手一摊。重点就是在于说，如果真的有百姓相信，那我们只能说没办法，双手一摊。可是伟豪，司法教育，刚才苏培讲的，显然蓝白阵营，尤其蓝营，当朱立伦是在823的时候，你只能说他闻到味道，他的操作是成功的。哎，对，因为确实是啊，你会蓝营败，这就。好了，我是律师，这当然是应该是司法的问题嘛，法院要去解决这些。但是博弈刚刚讲的是，那是老百姓的想法，他不是当成司法。对，所以你只能说朱立伦的政治鼻子确实灵啊，他在这个时候抛出这个东西，他们买单啦。对，重点是持续加码。黄国昌在问这名签问得这么凶，吴宗宪要不要跟？要啊，赵伟要跟，还要拍桌啊，跟到就是其实王一川都说为什么他讲这么久，就是大家都要加码，因为黄国昌发现说你国民党要加码，我要继续加码，我要把这种对于司法的不信任感加码到最高，我们提款才会多。好。但是重点在于，他们现在加码对民进党来说啊，民进党现在在忙自己的内乱嘛、内战，那不是跟民进党没有关系。你现在骂民进党灰头土脸，我民调一直下降。但是重点在于说，国民党要换主席，下一任主席会不会走朱立伦一面倒策略？朱立伦为什么要叮嘱，就是哎呦这个路线我要继续走，你又不选，你宣示个什么啊？你应该交棒给下一个安心交棒，安心交棒是要把现有蓝白合路线交棒下去嘛？因为大家都隐隐知道嘛。蓝营不是全部都是这种路线的，比如，我们后面也许会讲到国民党选举郝龙斌出来，郝龙斌在金华城案是什么角色？他当然是国民党里面除了钟小平骂最凶，从北极就来骂了，因为郝龙斌除了金华城，还有台之光案啊，台之光就人在北极的时候都要发文，所以这一个现在大家要讲说，郝龙斌如果真的出来，那当然钟小平可能得救了，钟小平就比较没那么危险了，对，就没有那么危险，就不会被抬到土城去烧掉啊。所以现在的重点就是在于说，国民党也有路线争议啊。这个党主席选举不是就说大家单纯就是本土派啊，什么什么派，不只是为了选举，而是有接下来如果要蓝白合，什么样的路线对国民党来说是长远有利？因为你现在去讲说柯文哲受到什么司法迫害什么的，讲的不太清楚。如果你讲的是应该尽量让他交保出来，这是一回事；他判无罪是一回事。但民众党是混在一起讲的，你国民党是不是整包要带走？我觉得这是国民党真的要好好思考的一点。我稍微补充一点，党主席的事情，虽然我人为言轻啊，非常底层的，对，但是就我所听到的。国民党接下来没有什么路线的问题，国民党接下来只有一个人的想法为重，就是卢秀燕市长，我就摆明讲。OK。所以现在大家都一直在吵党主席的选举，请问一下，你发现国民党有对于这个选谁出来很惊慌吗？其实并没有，所以大家都知道，接下来我们2026、2028选战要怎么打，怎么样让卢市长能够接下来更顺利的，不要有太多的一些旁骛，让他的市政跟他的国政都做不好的情况之下。其实对于不管是谁选上，我相信都会尊重卢秀燕市长接下来的走法跟他的理念。所以你说接下来蓝白合会不会因为某些人当了党主席而造成蓝白合的态度有所偏离？就我的感觉跟就我所了解到，以目前而言，不管是谁当都不会有这改变。因为对于2026选举、2028选举这么多次验证下来，证明了蓝白只有合作才能够获胜。但是柯文哲市长主席他本身有没有罪？
蓝营绝对不会来管，因为这是司法来判的，蓝营没有资格来说三道四，蓝营只是希望能够给予柯文哲市长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来处理他的案件而已。所以我觉得蓝营的态度非常的明确。那白营要怎么去做，要怎么操作，那我们也尊重民众党的做法。但到底政治跟司法有没有牵连？我相信这个不要说。我个人觉得啦，也不要说是民党执政，以前国民党执政的时候，说实话，大家也都有非常大的问号。而现在柯文哲已经被羁押了1年了，就剩2天就1年了。这1年的时间到底是合理还是不合理？我相信司法包括所有法务部门有他们专业的见解，但在这同时上，民众的感觉也非常重要，因为毕竟一个国家司法跟政治永远是脱不开关系的，或多或少都一定会有影响。在这上面怎么样去找到一个平衡？我不是在讽刺民进党啊，我现在是在真的好好跟你们讲，这个事情发生完之后，我们也希望有一个健全而且强大的执政党啊，要不然在野党太强，又要被人家批评说我们在野党太厉害、太嚣张，我们没有这种态度。我们也希望民党能够好好的让整个国家的未来能够步上正轨，司法能够重新的被大家所信任，这也是我们全国民众不分朝野共同的方向跟目标。但不会只有一点。你个人也不认为检察总长应该可以跟总统去报告案子这件事？我觉得当然，我绝对不认同，我觉得这是错误的，对。但是检察总长有没有机会梦到总统讲的话，我就不知道了。我绝对不赞成他亲自去讲，不行，绝对不行。不过博弈讲到一个非常关键，今天民调出来，我觉得司法单位他在做所谓的司法的判断之外，也要考虑到民意啦。这跟谁指示没有关系，你要不要持续用这样的手段去做出你巩固证据的相关的手段的话。其实也要考虑到民众的观感。小雨，你说凭良心讲，很多事情都是攻防之间。对，譬如说，好，这次你说从726到823，那32-0一路这样下来，中间很多的一些事情，你说包括风灾发生，民进党执政上他会不担心、不紧张风灾发生的事情，他会不想急急如律令去解决所有这些事吗？他一定想。但是你说政治之间的攻防，你就会看到媒体上面有很多讲说啊，那民党真的是关心这些吗？还是只关心大罢免？它就会变成是这样一样的道理。当然司法更敏感，只是刚才博弈一直强调那已经变成老百姓的想法，或是蓝营或白营大部分的想法的时候，对民进党来讲，他怎么样去扭转这些？不是啊，你不能跟朱立伦讲一个让赖清德放人。他就真的去放人，就像伟航讲的带宪兵去吗？对，他不可能啊。但是当这些氛围被带出来的时候，尤其蓝营白营，政治不就是这样吗？政治就是要让你的支持者要投你，他的支持要投他。可是你总要有信念让他去支持你嘛。那这些对现在绿营来讲，那怎么办？只能坐在家里看着朱立伦没事再讲2句。然后黄国昌830去走读的时候，你又不知道他又讲了一些什么东西，怎么办？现在就是说823之后啦，好，就是说蓝绿白整个都在重整啦，好，那你刚刚讲确实是一个话题，要不然也不会民调现在变得这么低了嘛，就史上新低嘛，这样。那我必须讲，就是说现在就是因为民进党一直都找不到这个话语权话语权的主导权，所以他现在什么事情都变成被回应啊。大家比如说今天他要找你这个赖清德啊，他要找你赖清德，就说这是什么司法迫害这个部分，那你就变成要回应，那就你的话题一直掌握在别人手上嘛，比如说普发现金这件事情，或者是很多风灾的这些事情，核电等等的都是对，就现在看起来就是说，民进党这边明明是执政党，可是你变成你的话题，你都变成被动的回应，而且一直被打。我认为就说了，从今天这个内阁改组之后，或者他整个府院党整个大改组之后，他应该想办法去找回这个话语权而不是说什么事情都变成被动的一个回应了那当然，民进党有民进党的危机，可是国民党这边就真的如博弈这样开播前就讲说，我们什么都没做我们民调就回来了。不是这种讲法，这讲法有问题啊！我们到底做什么？民党总会在723之后，726之后发生这么大的状况啊？如果我们没有做什么，那民党怎么会发生这种状况？不是，我很高兴刚才民党做什么？你不是安内讲，我不是安内讲。好了，这个确实也是这样。可是我觉得这也是蛮奇怪啊！你们民调这么好，而且今天已经这个甚至还有一家媒体做出来说，什么这个国民党已经变成第一大党他的这个满意度还高过这个民进党。那奇怪，就在这个时间点啊，既然没有人要出来去，有啦，不是说没有人出来选，有7个，有7个，抱歉，对啊，再差2个就是棒球队了，棒球队了，已经7个，马上就会有了。对，那
可是我觉得这次7个出来最妙的一个点啊，是他们设立了2个标准，就是基本上有过半的这些候选人都认为说这个党主席应该只做2年，他们自己阉割自己的这个年限，就说我只做2年。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这个设立一个最大的标准，就是这个人绝对不能跟卢秀燕抢2028，甚至还有谢点玲自己承认说，对这个党主席就是小咖。我想说，天哪，谢点玲他就说你们没有人要做这个小咖，那这个小咖我来做这样，你们把党主席已经界定为一个小咖。My God， 这个我们跑政治，国内最大在野党，对，最大在野党，然后国会第1大党，看我们多谦卑啊！对，是不是？我最近没有看过这样泱泱第1大党把自己的党主席贬为小咖了。那这个当然就变成一个荒谬闹剧。像这次连胜文就讲出了一个大实话，他说你们这次出来的人啊，不要为了这个炒知名度啊，不要为了募款，他只差没有说不要卖书啦。像这次连胜文就讲出了一个大实话，他说你们这次出来的人啊，不要为了这个炒知名度啊，不要为了募款，他只差没有说不要卖书啦。我没有点名谁哦，但是募款这件事情，但我要讲一下，连胜文所在地的立委是罗智强，所以可能刚好在讲他，他也出事。那更甚者啦，就说我不知道现在到底在等谁，他甚至还要把党主席把他的这个登记要延后，已经就中常委昨天提案嘛，已经过了嘛，他延到9月15到9月19嘛，然后这叫用，那看起来就是就是说台面上这7个愿意出来承担的人，就是看起来就是并没有在国民党内的舆论并没有买单，所以才要继续延后，看看是不是可以瞧出他们心中所谓的大咖。可是我必须讲了哈，就是说以现在包括卢秀燕你自己开出的条件，你已经封杀了蛮多人的了。他自己讲啊，因为他说他为什么不能接党主席，因为他是妈妈市长，他要看家。你这样讲出来，那你其他的县市长、县市首长，对，不要说或县市首长，对，不要说直辖市、县市首长，谁要出来？你开了条件呢？那你本来大家想要拱黄敏惠的，那黄敏惠一定会想说啊，就只有卢秀燕你要看家，我就不用哦。那谁要出来？那蒋万安你也封杀了蒋万安，封杀了张善政，你封杀了一票的县市长，即便我想出来，原来只有卢秀燕你要看家，我不用，那一定会被骂的啦。所以这就不可能嘛。那最后我要讲啦，如果说今天你已经把整个党主席都弱化的话，连中评社都看不下去，中评社今天就还写了一篇，就批说你们这个中国国民党的那个党主席的选战，党主席的位阶，你把它小成这个样子，那如果你自己都把它矮化了，你明明卸下很大的资源，那你未来蓝白合谁要跟你谈？你马上就被白的看衰了。那如果要是照小玉刚刚讲说，其实，在战场上面，为什么民进党现在都变成是被迫的被动式回应到很多的一些，会不会也是造成最近这一波，不管是在民调上啦各方面的情形，来做个示范。来，小玉，请问一下，从台北到高雄，坐高铁还是开车？台北到高雄，坐高铁啊，坐高铁啊。你为什么要回答我坐高铁还是开车？你为什么不能坐客运？客运比较慢啊。你为什么要在我设定的2个命题里面回答？对，不是重要的是你干嘛回答我这个问题？那我要骂你吗？你问这什么？不，没有，我怎么可以骂主持人？这就是在告诉你，当你在人家的战场里面一路在走的时候，你就不可能跳出去了，你就只能在人家的圈圈里面一路玩。人家会叫你进入这个战场，一定有他的道理在。现在看起来，在未来蓝绿两讲，尤其现在对绿营来讲，刚讲，因为有很多事要解决，然后现在在慢慢心理战场，那未来还会怎么样？好，可是对国内政坛，刚才讲到，包括民党主席黄昌在8月30号办走出街。但一善是黄昌最近有很多的一些跟媒体之间的关系，照理来说，他的声量、他的各方面应该都要由媒体之间大家互相嘛。可是现在媒体如果问到好像是从上次问美国律师那件事，然后就说这是什么白茶问题啊，类似那个一路到现在，包括就又是四叉猫，对他没事又去查一堆，然后黄昌还我记得他好像有讲说，大家干嘛要非法去肉搜一个未成年小孩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对。要跟黄国昌讲，四叉猫所肉搜的是你黄国昌本人的资料，不管是你的脸书写的，包含他小孩的年龄，也是因为黄国昌很爱秀他的宝贝嘛，不管是老婆宝贝还是孩子宝贝，都是很宝贝的，所以你常常写脸书嘛。譬如说你在2022年的时候就写说你小6的孩子，大家就推算出小6的孩子12岁，所以推算出2010年生的嘛。2010年生，那你是故意，因为他在2012年才
来去做这个访问学者嘛，那你就不可能是访问学者的时候生的，那就是刻意的去把台湾的本来可以在台湾生产的小孩去美国去做生产的动作，这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你小孩没有办法自己决定自己是美国人或台湾人啊，是父母决定的嘛。如果你是在就学的时候生出来的也就算了，因为毕竟就学的时间长嘛，你夫妻之间如果觉得说要生个小孩，那会比较自然。但是如果是台湾怀孕，然后跑到美国去生，那就很刻意的知道你们就是希望你孩子成为美国人嘛。所以我们从来没有肉收过未成年，肉收的是成年人，而未成年更大的问题是小孩未成年，所以他的所谓的国籍是父母决定的，所以黄国昌第一个问题就面临到你为什么在当时你要让你的小孩变成美国人嘛？其实小孩是美国人，说真的，台湾也很多，国民党也一堆啦，这都不是问题。重点是，那你未来会被依亲去变成美国人嘛？你要选所谓的新北市长也好，或者未来卢昌沛也好，你要作为台湾的副总统，如果台湾有事的时候，你会不会依亲去做美国人？说真的，他可以说小孩是美国人，但是我不愿意做美国人啊，我绝对不会依亲去做美国人，一句话就解决了。但是他为什么现在碰到美国这2个字，脸就臭下来？为什么特别讲到脸就拉那么臭？因为昨天他去 AIT 就是放了一个照片那个照片呢，其实 AIT 的那个主席还笑得很开心啊。但是黄国昌整个脸是臭的，为什么连见美国人这件事情你都脸要这么臭？还是光说 AIT 故意放这张你脸很臭的照片那个网友还更肉搜也是肉搜你的照片，那肉搜那个照片后面写着自然好什么不知道，但是要好自然，根本不自然嘛，你脸就是那么臭嘛。所以黄国昌的美国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到他对于所谓未来对于美国的安全台美安全的相关的议题，或者是台美之后会签订很多的关税协议，都要送到立法院，所以才有这个 AIT 的会面嘛。但是黄国昌要跟你讲第一个你不要双标你自己见美国人，你看到从头到尾他现在为止他都没有去说，徐小新还写了一堆对美国的意见徐小新去见面的时候之后第2天他马上写脸书。黄国昌到今天为止跟 AIT 讲了什么？有没有讲？没有那你如何自己不讲？你如何说台美关税协议的这个保密协定不用遵守，一定要公告给大家知道？你就不能双标嘛？因为你自己见 AIT， 你也没有去讲你跟 AIT 主席讲了什么事。说真的，不应该讲这个跟外交关系里面有很多都是必须要保密的嘛，所以这些东西就不应该讲。所以，但是你双标的结果，大家就会质疑你你要人家去把保密协议摧毁掉要必须讲出来，公开透明，但是你自己为什么没有公开透明嘛？第二个，如果你这个为过去孩子是美国人这件事情，那你孩子是美国人未来你也有可能去移民美国因为依亲移民美国，那你是以美式生活，但是呢，你未来在于台美安全的相关的预算也好，或者是关税的协议也好，你在立法院里面，你不要怀疑美国变成是你的工作但是呢，移民美国变成你生活所以未来你也会被检视，在立法院民众党对于台美关税协议也好，对于台美的国防外交的这些预算也好，你要怎么去核定嘛？所以大家都讲了，你们这个国民党徐小新包含马文君是没有去的，徐小新有去，你们还是砍了这相关的这些国防预算嘛？当然，这些国防预算跟美国要求的这些国防采购可能不一样，但是你还是砍了这相关预算。但是我觉得最近大家都应该朝野和谐了，这个至少是委员会你们在审查的时候删的预算。我希望如果删，第一个要有道理，第二个有没有回复的机制嘛？未来在党团协商以后，你是不是因为要删这个预算或者冻结这个预算来交换怎样的条件？这个东西在立法院里面的协调都是很正常的。那我们希望未来是一个正常的国会，第一个一定要进到委员会里面去做审议，第二个在党团协商里面，如果执政党行政院觉得这些预算是有必要的，大家都可以各退一步路，让这些预算可以顺利过关。我要可不可以请问一下，AIT 他在分别时间里面 PO 了我们的国防部长顾立雄，对，跟古立言，然后接下来 PO 了5个国民党的委员跟他们之间的会面，对，然后 PO 了黄国昌，是，也 PO 了陈其迈，对，可不可以解读一下为什么他会这样 PO？他的照片里面是要告诉大家什么？你跟黄国昌之间同僚过蛮久的嘛，在时代力量的时候，有想过有一天大家要去讨论什么小孩的那个包括国籍所有这些吗？
这黄国昌小孩的国籍的确在过去他还在时代力量的时候，我们从来都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是吧？但是我们所接触到的讯息就是我们会尊重他家人嘛，毕竟时代力量是比较自由主义的政党哈，就一定会尊重每个人的独立性。你家人就是你家人的，对我们充分尊重。但是当时我们就知道，他家人还蛮常来回台湾、美国的啊，他有一批的重要的支持者，其实也都是有点类似，已经接近是侨民了，就是几乎都是在那一边啊，所以我们就觉得他那边的关系很好了。那现在当然看到他小孩可能有美国籍啊，那我们也不会觉得奇怪，就是这样想起来也是合理啦哈。但重点就是在于说，这个为什么之前就没有特别去提这件事情，或是被人家发现之后，为什么情绪反应这么大？因为有时候你下庄可以下很快嘛。啊，对啊，没错啊，当年就是这样子啊，就是可能家人有一些考量啦，我多尊重啊，他都尊重啦，你能不尊重吗？就下了嘛哈。但你有延伸，人家就一定会从你这个生气的这种情绪反应去把事情扩大。当然啦，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至少大家就已经不再讨论柯文哲的300万了嘛，现在要讨论他的家里小孩的国籍，这就是新闻议题的操作。不过树欲静而风不止了，就是 AIT 的持续发图真的是很玄妙。发顾立雄，相谈甚欢，都在国防部里面，台湾是主这个鼓励人是客啊，这个国防部的背景，然后还有国防部的请他喝茶。国民党呢，就是一个官方会面的场合，双方排坐啦，这个喝的东西等级也下降了，就只有瓶装饮料就真的就是很认真的在谈事情。但就场景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是 AIT 里面还是怎么样，因为大家手机都不见了，进 AIT 东西是要收起来的，所以大家都用笔在那边写这一般都只有像没有手机地方，比如北韩才会看到这种场景。好，那再来黄国昌的这个部分这个今天就很多人拿来跟陈其迈做对照。黄国昌这一张图出来之后，民众党人很高兴，有啊，我们有见到没有掉队你们时代力量还没得去他们非常的高兴。但是呢，你一定要把时代力量拿出来啊，因为他们就是没事就捅我们2刀这样子我也要原文转述啦人家有什么意见，我们都是一样都会提及的。但重点就是大家很快发现，别人都是坐着，有的还坐得很轻松，你是被站着的。别人是在开会的会议中，见客非常高兴，有的人见客谈事情非常认真，大家国民两党都会有自己想拿去解释的。但民众党这个比较，你要说是一开始 say hello 或者是送客都可以。再来就是传出来的消息，这是在民众党 AIT 之外，另外找一个空间去办的格局什么的似乎就不太一样。那大家就会思考说，你们3张图如果都是呈现同样逆境，大家叫平起平坐。但那3张图呈现出来的似乎有远近亲疏之别，跟民进党顾立雄好像一天到晚碰面，所以双方都微笑，很轻松，没有拘束。国民党就是正认真在开讨论事情也好因为美方有一些这个希望沟通的，国民党就认真的来沟通。但黄国昌这个到底沟通了什么？2个人站在外面合影，你也可以去说我去吃米其林吃完碰到一位认识的阿北，跟他合照一张。2个人站在外面合影，你也可以去说我去吃米其林吃完碰到一位认识的阿北，跟他合照一张，不也是这样吗？当然，重点是在美方的这个会后发的文字啦，就是他有提到跨不同政治光谱的政治人物，民众党之外，与这位政治光谱横跨有点大的家伙有了一个会面的这种感觉，干嘛要特别提？当然他会说我的意思是说，我各党派都见到了，这个就是外交辞令上的艺术，讲了让你有很多的想象空间。但本来民众党还在 happy， 接下来呢，高雄市政府和这个 AIT 高雄分处的这个影片就丢出来，前面都是图，他们开什么会，氛围怎么样，大家都是用通灵的。但陈其迈的这一个呢，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他们非常熟，特别是分处的处长张子霖跟陈其迈一定是非常熟，长期都是有交流。他们这是在玩一个传话的游戏啦当然陈其迈就是一路作弊这个没办法嘛，就主人的善尽地主之谊，让他们去猜什么高雄的龙虎塔啦可以看得出来张处长分处长台语有在练习。
古立人处长，国语好得很啊。那当然，重点就在于说。后续所传达出来的信息，大家怎么解释？第一，陈其迈跟他们很熟，混很好。那如果蓝白硬要提款，就说啊，是不是赖清德已经不行了啊？所以他去找下一个民进党的明日之星，赶快来跟他装熟，一样可以有这种解释啊。但人家熟的，注意西的部分是跟谁？跟顾立雄，跟陈其迈，国民党呢，就稍微有点微笑在那边讨论事情。黄国昌呢？他在碰古立言的时候，笑不出来，笑不出来。那这样子是不是就能够传达？因为很多人说外交到底是在谈什么？其实有时候就是这种神神鬼鬼的感觉，让彼此传递，然后你会觉得说啊，这是有远近亲疏之别。所以啊，我认为黄国昌其实过去啊，以我在对他对时代力量的时期的他的理解，他对外交这一块是掌握是很弱的。就是他去参加各种。那种大使馆的邀宴啊，什么都是去了人就走，不太擅长交易啊，哈。现在看起来美方是要把它当做一个沟通的对象，那他能不能把握这个机会去做延伸？真的，我是觉得这个接下来可能就是一个差异的关键，因为大家都在讲嘛，美方这次这么短时间快速大量的表态，他们似乎传达出他们想要主导的意志。来，一中可不可以讲？既然讲到党主席了这些，刚才其实博也有讲，大家都不要担心，国民党呢，那所有的一切就看以卢市长的一些想法为归。但小玉讲说，国民党最近声势大好，怎么会？虽然你刚刚说没有人出来选，哪有7个登记，7个，好不好？然后但是朱一伦看起来就是说不要，然后卢市长也是说不要，然后所有这些，但是说，因为他刚才大家前面聊到，某种程度下一任的国民党的党主席，他会牵扯到蓝白合之间未来怎么走，他会牵扯到很多这样一些事儿。那现在怎么办呢？现在如果要是那就这7位。就这7位后面来，大家来选的吗？没有，所以要延2个礼拜啊。延2个礼拜，然后呢？西朗这7位下去选的话，国民党那些地方要选那个2026要选地方议员、县市长，还抓了蛋，好不好？所以要延2个礼拜，就是让这个乔的这件事情还在乔。其实我早要乔谁呢？我很早就听到是叫乔郝龙斌的。哦，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朱立伦823那一天不是赢了吗？然后就大声的说恳请卢秀燕来接党主席。因为我都听得到的消息，他当然听得到。他知道卢秀燕那边已经瞧了一个，因为卢妈妈不选，卢妈妈从那个澳洲回来以后，他就请那个联合报做了一个头版，说他不选。这个已经传递很多讯息，所以卢妈妈这边的本土派就赶快就去协调，看有没有谁，对，就是类似，就是说大家可以共推的。那郝龙斌，我那时候听到郝龙斌，我一开始也讶异说，郝龙斌跟本土派有什么连结？后来他们跟我讲，郝龙斌其实在当年当台北市长的时候，就跟本土派建立了联系。为什么呢？韩国瑜是云林那边推出来的嘛？那时候韩国瑜那时候其实没有位置，那就希望就说，可不可以让他去当北农的总经理？所以郝龙斌那时候就接纳这件事。然后后来郝龙斌在办花博的时候，听说邀请了很多这些中南部的这些本土派的这些农民啊这边，然后大家就很开心。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就2011年的时候，郝龙斌其实就开始跟这些本土派有一些连接。那郝龙斌本身又代表军系，他有黄复兴的背景，他本身也是战斗蓝，所以你看战斗蓝军系又有本土派。那你知道这3派最讨厌的人是谁吗？他们有共同的敌人就是朱立伦，对，所以这3派如果可以结盟在一起的话，那拉下朱立伦是绝对是大共识。所以我看到媒体也有提到，就是郝龙斌最近也有在拜访，就是有在积极，可能还没瞧拢，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去登记的话，就破。现在出来讲说要选的都是来乱的啦，对，所以你不要这样，人家你不能说人家来乱，人家是连胜文讲的不是我讲的，连胜文说别借机炒知名度，还有募款，不是我讲的，连胜文讲的，好不好？不是我讲的，对，是胜文，对。所以现在就是说，在中常委提议要延2个礼拜，就是说让这个私下在瞧的，要3派都瞧得拢。那这里面有个风险，就是说对朱立伦来讲，最大的开心的地方就是，如果瞧不拢，就是这7个其中一个就是决定要选，而且这里面有看声量比较高的，也许就张亚中了。朱立伦就有机会了。他又可以重蹈上一次国民党选举的覆辙，就是朱立那个时候张亚中不是最后很多深蓝的都集结嘛，然后网络很多年轻人都喜欢他，那些有在看直播的都好喜欢张亚中，然后最后被迫这些本土的比较稳定的这些地方的，最后含泪去支持朱立伦，因为至少朱立伦是稳定。但是如果是张亚中出来，就会非常的不稳定。而且我跟你讲，如果张亚中真的当主席，我跟你讲，大家包括连博弈明年都很难选的啦。就不会啊，
台北市可能核算，其他说就拍算的啦。不是，因为张亚中的路线就跟当年朱柱姐一样，那个路当年我有换柱，你就知道为什么了。同理，张亚中如果上去那个路线。他有他的理念，张亚中上去，李博玉好选，但其他人对，可能其他地方够无干好不好？所以这个党的问题，这个党的问题。所以我现在讲的是说，卢妈妈这边没有放弃，但朱立伦也没有放弃，所以先让他演2个礼拜，就是让私下这个我刚刚讲这个桥的这件事情，要3方都能桥到一个共主。那至于你说未来跟蓝白合这个因为已经朱立伦也讲了嘛，其实我也不用朱立伦讲，任何国民党的支持者都知道，就蓝白合包括民调也都显示，所以我认为，而且重点未来这个党主席他也不可能做久了，他就是帮卢秀燕挡子弹，撑到2026结束。不过这个动作其实包括你看中评社、香港的中评社都有意见。那其实国民党很多基层，我看到有些名嘴或是支持者，其实在这件事情也凸显一件事，就是说你卢秀燕这样子这一点有点太弱了，就是说。你连这个承担，而且现在这个大局是你们政党最好的时候，你这样的局你都还不敢承担，你还要派一个代理人出来，然后说什么你妈妈要顾家里这种话，那其实这里面就凸显就是说卢秀燕的个性，她确实也是很像当年的侯友宜不沾锅，只是现在形势在于侯友宜没有卢秀燕的这个命，什么命？蓝白合的命。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刚才当然也讲到说，这牵扯到国民党未来不管哪一任党主席，在两岸之间的路线上啦，或各方面，这也是国民党未来在如果要竞逐大位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去面对的其中的一个问题。但如果讲到这个，苏培，请问一下，最近台北市政府买那个机器狗，对，为什么这个机器狗事情吵得这么凶？为什么？这只中国的机械狗是会跟中国的解放军一起联合军演的，而且甚至是上他们的春晚。然后今年5月的时候，美国国务院有一个联合民主党跟共和党的这个联合会议，要求美国政府要停用这一只美国机械狗，原因它就是有后门程式，它会能够远端的控制，包含它的这个拍到的影片，或者是它可以直接指示这个狗能够发声。用这样的方式来控制，然后这些影片会全部传回中国这个宇树科技的总公司，存取在中国境内。然后中国依照他们的相关法令，中国政府是可以要求宇树公司提供这一只是这个机器狗所拍到的所有的画面，它是可以征用的。那这件事情是不是事关重大？当然是啊。但是你知道吗？台北市政府在做这个政策的时候，居然是李四川副市长在前天晚上突然抛出了影片，说即将在台北市会有一个这个新的好伙伴、巡检伙伴，帮我们是去巡检路平。然后我们这个很多的媒体就开始担心了，他说这个机器狗到底是来自哪里？结果呢，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询问台北市政府的第一时间询问之后就讲说这个机械狗这个是一个检测设备，然后是台湾厂商自己整合开发。那这个机械狗的原创公司是来自美国波士顿动力公司这个公司不卖给私人企业8888了到底哪一国设置不知道，只有在这个地方又讲到说这个软体是加拿大高解析工业相机。整篇里面有美国有加拿大，就是不知道到底的原产地是来自哪里，所以我就继续问说，这个机械狗到底载体来自哪里？赶快问后来才问了半天之后，在8点的时候才跟我讲说这是中国制造。但你知道吗？问题不是中国制造。问题是这个中国制造的机械狗，它的公司、它的品牌是这个宇树科技，而这个宇树科技就是我刚刚讲的，是被美国国务院来要求整个国家不能继续用这一个公司所出产的机械狗，因为刚刚讲的这所有的原因，那为什么台北市政府会不知道？台北市政府居然完全不知道有这个问题，然后居然还跟我讲说，议员你不用担心这个机械狗的部分我们只是用它来当载体载重而已，我们是借由这个机械狗的膝盖跟它这个强壮的背膀来在这个这个监视器而已，然后其实我们没有用到它的监视器的画面，所以都没有我们都把它遮蔽了。结果昨天媒体进一步的去拍。大家知道吗？它怎么遮蔽？这个摄像头在这边，影像在这边，镜头在这边。它遮蔽方式是用国旗把它贴上去，是不是很荒唐？是不是很荒唐？你们很好笑。
然后被人家发现的是，在淘宝上面卖的价钱只要2万块的人民币，大约折合台币只要8万块。有人现在还有发现到6万块、5万块的。结果我们帮这个厂商宣传说，哦，他做这样出来啊，一支要70万，还有包含他后端的开发要1000万，你不觉得很荒唐？整个台北市政府到底在干嘛？然后昨天蒋万安市长被问到的时候，居然讲说这是一个创新的科技，接下来会跟这个中央来讨论。但今天蒋万安去到中央的时候，居然去要的是这个统筹分配款的这个补助款的问题，完全没有讨论到这个治安。所以今天我早上又开的这个记者会，找了资讯局来，资讯局说这件事情他们完全不知道。然后今天数发部在立法院被委员问到的时候，也说这个台北市的这一只机器狗的使用完全没有进行申请那我要讲的是说，如果这一只机械狗美国政府都这么的紧张，台北市政府在运用它的时候，难道不用稍微 Google 一下吗？你知道我们只要稍微 Google 这个语速的机械人，它的这个所有包含它的后门，包含美国政府为什么担心它，包含它的这个语速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王欣欣，居然是习近平闭门会谈的对象，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中国这个科技创办人。那在这样子的状况底下，台北市政府完全可以不知道吗？所以人家今天就讲说啊，你台北市政府从这个修改的这个财划法里面，明年可以多拿444亿，结果你为台北市政府做的事情，就是引进这个特洛伊机器犬要来屠城吗？这是大家担心的。来，不会，我先把这个我了解到的跟大家报告一下。当然跟苏菲姐差不多啊，都是问相关单位嘛。对。之前台北市政府与厂商签约都是用聘请巡路员的方式，就是说来看那个道路啊或人行道到底是不是整平，然后请人去看。那愿意来签的厂商其实不是那么多，因为还蛮累的，就整个过程蛮累，而且业务量也大。所以在这一次签约的厂商就跟市府提出的想法，就说，那我们要不要用这个机械狗？相对而言，他可能知道我人不用去看，让他用录影的方式等等的方式，可不可以让整个巡路的过程更科技化？因为毕竟现在 AI 啊科技很多。所以他们现在拿机械狗来作为测试使用，他没有真的上路，他还在做测试。所以我就问说，那你市府怎么会不晓得血统在哪里？对，要确定一下，血统很重要，血统很重要，这要确定。他说，因为对他们而言，我觉得他们真的是疏忽，因为我们并没有去购买这东西，是厂商在做测试，他觉得 O 不 OK， 市府还没有正式跟他做对接，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当然，你说市府是不是有点太过于快的就让这只狗跑出来？不是啊，那他干嘛帮忙解释他来自波士顿？所以我觉得他要来加拿大。反正就是过程当中，因为市府也没有花这个钱去购买这个，要求他来做机械犬，但是他们提出一个案子，所以他们在做测试。所以在测试的过程当中，市府并没有这么早就去确认说他到底那干嘛PO影片？所以我说，你是说干嘛PO？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真的疏忽了。他们因为如果是我们市府直接自己去采购，一定会有这个问题，因为哪一国制的是不准的。在测试的过程当中，市府并没有这么早就去确认说他到底那干嘛PO影片？所以我说，你是说干嘛PO？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真的疏忽了。他们因为如果是我们市府直接自己去采购，一定会有这个问题，因为哪一国制的是不准的。但因为这不是市府自己去采购，这是市府对还没有定案，市府没有，市府跟那个厂商签约说要做巡路，是厂商觉得想用机械狗比较方便，对，所以市府就让他做测试，但完全没有测试完成，也没有正式的上路，只是在过程当中，那是否太早了就把它PO出来，造成好像是市府有做背书？我觉得这个部分大家要来检讨。但不管如何啦，不管他血统如何，不管哪一国来的，一定要遵照法规，而且必须要通过治安所有的检测，才能够上路。我要讲的是说，如果博弈你是这样的想法，那你真的要跟市府讲，因为市府原本这个计划。是9月1号就要在中山区上路他们第4季就要在中山区上路，而且就在9月1号，就是礼拜一。我今天早上开记者会的时候，包含新工处的副处长跟科长一直不敢说9月1号不让他上路所以博弈如果真的是国民党如果自己都觉得有问题，赶快叫李世川不要让他上路。我补充一点呢，第一个它的标案的规格是到底是什么？为什么70万可以买到？我没有标案，我没有标案。没有啊。
第一个就是还没有标案嘛，不是我们的案子。对，这家厂商很有问题，为什么呢？我说真的啊，连车子都不能进来，怎么可能机器狗可以进得来台湾？而进了多少只来台湾了？现在这个东西已经形成，你不要小看哦，它有可能变成是国安问题哦。因为如果这些机器狗，就像美国国会所说的，它是可以把所有的资讯传到中国去的，那这家厂商可以引进来啊。那有没有其他厂商已被引进来了？这个问题才是国安问题，才是严重的问题啊！不是在私人使用，并没有限制两岸的这个使用，所以在淘宝是可以买得到。那真的问题是在于，如果它要变公务使用，它就完全不同 level 了。对，这个要查了。那私人买进来，就像你买一些无人机一样，这个不做公务使用，我们没办法去限制它。但如果真的是否有心想要用机械狗的话，那我就必须要讲它的治安问题，我不觉得，包括它的来源问题。我刚才讲的不是市政府的问题，我是说整个行政院，包含无人机也好，包含这种机器狗也好，如果有国安问题的时候，可以在淘宝让大家可以自行买卖、自行组装吗？这些都会形成一个国安的破口。未来整个行政院对于这些在淘宝可以买到这些资讯产品的事情，是不是要做一些相关的严格管控？中国大陆好像有他们有制作是在战场上，在场上使用，对不对？我记得是侦察狗对还是什么这些。对，柬埔寨，它的这个 AI 机器狗哈，我要强调这一只比台北市的来的大。这个在战场上实战使用，它可以直接背枪。台北市的这一支要背枪会比较困难，因为它实重只有10几公斤啊，15公斤重，你要背一支3、4公斤的枪，还携带弹，还携带这个自动侦测的什么系统啊，可能有点扛不住了哈。所以一般他们是用30、40公斤的才去扛枪。好，我们负责战斗。台北的这一支是用来做什么呢？它当然上面可以什么都放啊，你可以像我们是挂什么这个3D 建模的我们是现在是这样宣称，厂商是让它背的机器，因为人体太重啊，就让这个机器狗跟它走在前面去，甚至我听他描述好像是说有一个山坡很陡啊，人懒得上去，叫狗上去拍得下来就好了，因为有时候像中安区有一些庙嘛，去爬那个灵县的那个庙。人上去很累，就是步道你上去就好了。想法是这样啊，但重点还是资讯安全的部分。中共的这个 AI 战斗狗它应该是连我们台湾叫 C4ISR 系统就是它要一个大规模指挥，不会是一个人带一只啊。所以它在某种程度上，它的晶片可能已经就是发展到一定程度，可以有一些这人工智慧的预算能力。再来就是独立的自主性，然后呢？独立自主的通讯系统，它不用依赖在它旁边人类，它可能透过光纤，透过比较好的这个传输系统，不管是用5G 或4G 或战场上的 WiFi 蓝牙等等。好，那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呢？实际上，晶片它非常的轻，这些大致的其实它主要大众都是在于它的出力的设备、引擎、马达、电池等等。但是重点在于我们台湾的，其实应该你即使是淘宝1万多人民币买进来，大概7、8万台币的，原则上它的晶片应该也是具备类似的功能，只是要不要开。我就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今天厂商说我只是叫他背着一台机器，那你是联络这台机器，这台机器再去联络这只狗吗？理论上不太是这个样子。我们一般的正常做自动控制都是这个机器的狗，它本身一定有一个自动控制系统，然后我直接用它现成的韧体、软体去把它带进去我的新系统里面，会比较有效率。所以当北市府强调说所有的软体都是台湾这边写的时候，然后说我们觉得这有点奇怪，你台湾自己去写，然后去对应人家硬体是怎么想怎么奇怪，你应该是拿人家的软体去改吧？那会不会你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人家可能有后门？你只要连上线、连上网，只要一上传东西，其他有一些东西封包都出去了，你自己厂商会有这个能力检测吗？这个厂商连他东西到底是哪一国哪一家的，一开始都讲的乱七八糟。我是认为他本身可能他能力真的不够，就是有他什么好朋友跟他推销，现在阿贡那边有这套系统，人家已经做很久，你直接拿来就可以直接上，好不好？赞不赞？人家搞不好想便宜嘛，70万一支加系统应该算是 OK 啊。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有点太大意，但是我觉得北市府或者是李四川这边大意的点在于说，任何有基本的这个政治常识都知道，像这种有射频的东西，应该都要过一些相关检验吧 ，NCC 的什么检验吧。那今天速发部等部都说没有送任何检验，你们为什么会帮这个东西开记者会啊？你为什么会帮这个东西开发一个脸书的文啊？
这种也太不小心了吧？你在处理新闻上都说哇好酷炫，我立刻要来弄个一支。这个处理新闻的态度，可能在因应选战上会有一点风险哦。现在川博洞见观瞻嘛，我觉得虽然不到完全出师不利，第一站就翻车，但是好险，今天黄国昌还在忙别的事情。这个如果等到黄国昌忙完了，会不会在这一方面他突然扯你两下？我觉得川博要自己小心一点。OK， 那这件事情呢，接下来呢，包括刚刚讲到9月1号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的变数？那看来博弈大概也会去关心像这样说理接的后续。刚才前面就讲到，包括你说蓝白阵营跟绿营之间，在未来2026、2028。双方之间的对垒会怎么样？那但对于绿营来讲的话，最近可能包括要清战场啦，从726到823清战场，包括府院党，然后包括党团，那包括人事一些改组，所有的一些，让观众朋友先看一下。那赖清德总统同时也是民进党主席，那也讲到民进党应该要做相关的一些改组的一些动作，听看那赖总统怎么做的。来，因为当前的局势充满挑战，所以府院党党团都应该做必要的改组或改选，所以最先启动的是党的秘书长由徐国勇来担任。那在昨天的党的一级主管也多数都有进行调整。那现在行政院卓荣泰院长正进行内阁的改组，后续国安会也会引入新血。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党团做改选，我相信会更符合社会的期待。来，博弈从蓝营的角度来看待，包括刚才蓝营的总统有讲到府院党，那党已经是像徐国勇秘书长啦，类似这些。行政长卓荣泰卓院长那也已经发布了，就是那说那个改组的一个幅度跟名单。当然也看到蓝营之间好像有讲了一些什么了无新意啊，类似这样一些的词。包括现在看到民进党党团，蓝营的角度会怎么样看待民进党这整个这些动作？我不需要讲了，我个人也觉得柯建铭总召不适任，因为包括他不管他讲的话还是做的事，就在党角度而言，我觉得他是有很大问题。但柯建铭总召，据了解他已经当了30多年的立法委员，总召好像也做了10几20年了，所以不管你要不要他离开，是否要给予他更多的尊重，或者至少用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让柯建铭总召下来，我觉得基本的态度。但可惜的是，目前看到民党做法，他是用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的方式来处理柯建铭总召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第一个，你讲不合情，民进党在发放联署书的时候，我所了解到，事前没有跟民党所有的立法委员沟通好，所以才会出现有民党的委员，他说他从头到尾都没看到这份联署书啊，他在看新闻才知道啊，原来居然要让这个所谓柯建铭下台的事情啊，代表了这么突然的方式来突袭柯建铭总召，没有情分，我觉得没有情分。再第二个，不合理。大家要知道，民进党总召任期多久？1年，它不是终身，只是1年而已。所以，如果你真的想换掉柯建铭总召，正常合理的做法是什么？等到他结束嘛，等到下一个会期开始的时候，明年开始的时候，找另外一个人上来跟柯建铭总召互相选，然后赢过他，让新的那位立法委员当总召，用光明正大的方式来换掉新的总召。就他不是，他是在柯建铭总召还在任期中就想要把他赶下台，强迫他离开这个位置，我觉得这是不合理，这是不合理。在第三个，我也觉得最严重，不合法。我相信不管哪一个政党蓝绿白，都会秉持跟坚持立法院党团自治的精神，应该确定的吧？但是这一份联署书，大家看一下，从头到尾，大家有看到有民进党任何一个委员来提案，希望来做联署吗？没有。所以这份联署书应该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民进党党团自己拿出来的吧？希望给立法委员签的，代表党团想直接把手伸到民进党的立院党团里面去。党中央啦，对，党中央，立法院的民进党的党中央想要直接把手伸到民进党立法院的党团里面去，这个做法，我老实讲，完全没有遵守了所谓党团自治的理念。这种做法。不要说其他人看会觉得奇怪，我所了解到，连民党内部有些立委对于这种做法都不是很高兴。而且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立法院的党团3长并没有罢免制度，没有。我相信我们也没有啦。也就是这个联署书，你不管签的人多少人啦，51席嘛，你就算签满51席，也没有任何实质法定的效益，因为他没有罢免制度，他就只有改选制度而已。所以柯建铭总召如果不愿意下来，你就必须要等到下一任开始选的时候，重新派人来选。所以，单纯这个联署书只是为了羞辱柯建铭总召用的。因为如果联署的人很多，
给柯建铭总召压力，逼宫他，给他人看，叫他自己下来。但也跟大家报告一点，如果联署的人不够多，到最后难看的不会是柯建铭总召，到最后难看的是民进党的党中央啊。到最后难看的是民进党的党中央啊，因为这个等于是把内部派系斗争赤裸裸的直接搬到台面上来啊。党中央当然能够有他的想法，你说党团会不会来遵循党中央的意志？我相信或多或少都会，各政党都一样。但用这么明目张胆的直接方式挑起了柯建铭总召要不要下台的这个案由，我觉得是不适任的。至少对于整个党团自主的精神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现在民进党内部闹得这么难看，尤其是柯建铭总召已经非常摆明了，希望带着大家继续往下走的态度。那你现在调出来这个联署书，我不晓得接下来到底联署的情况如何，因为小玉姐刚刚说好像我听到是一半，听到可能是一半，一半是最尴尬的。那一半代表什么意思？一半代表有一半人支持可能党中央的想法，有一半的人支持柯建铭总召。那你接下来是不是代表了民进党利用党团直接实质分裂啊？因为这是个一刀两见血的一个案子啊，只有要跟不要啊。当你联署上去之后，等命就是跟柯建铭总召已经完全了站对立面了。而如果到最后柯建铭总召又没有如预期的下来的话，你接下来要怎么样让柯总召带领其他反对他的民进党立委继续走下去？你接下来立法院的法案到底要怎么推动？到底要怎么样来跟在野党沟通协调？柯建铭总召等于是被棒打落水狗啊！但问题是名字还在他身上，总召就是他，未来会出现非常多的矛盾，所以我才说这个事情发生了。我觉得蛮遗憾的，而且我觉得不可思议。但最后的结果，包括了民党内部会不会造成分裂，跟支持者会不会觉得失望？我觉得赖政府、赖总统，包括民进党所有的高层，你都好好思考一下。毕竟你这么赤裸裸的来做所谓的政治斗争，我觉得对于民众而言，绝对是不乐见的。来，舒培，等一下一次做回应。小玉，我先请教一下，现在看起来这整个。一定有很多一些新闻的一些的内幕嘛，然后谁要不要跟谁有没有碰过面，有没有谈过什么？因为赖清德总统刚刚有讲了，那讲说包括党团的改组，是不是民众也有这样一些希望乐见到类似像这样？可是，在做法上面，到目前为止，你所知道的所有的新闻，那中间过程现在到什么程度？那我今天讲一个最新的发展，这边的发展，我跟义善哥我们有不同的看法了哈。就说刚刚我在我们录影前夕最新的是民进党发了一个假动，对啊。那这个假动不意外啦，因为他们明天院会的前面，院会大概如果是9点10点开的话，大概假动都是8点8点20。可是它这个地点啊很特别，以往的那个民进党的这个党团大会啊，都是在教育委员会啦，他们就是在那个1楼红楼1楼开，但他们明天的党团大会，它是在立法院的议场开。是在立法院的议场开哦，议场啊，对，在立法院那里，对，在院会的议场开哦。这边有写啊，好，8点20分哦，强制甲级强制动员哦，好，然后在议场召开党团会议。这个就非常非常特别了哈。他为什么我跟待会义善哥他有他的看法了？他认为说此举就代表柯建铭要下来，可是我不认为，我认为这是柯总召的这个奋力一搏，逆袭，对，逆袭。为什么你这样子？因为如果说你是在那个党团大会开，在1楼开了，在那个小房间开的话，那大家炮声隆隆啊，甚至你联署书都拿出来了。老柯啊，这个联署已经过半。我刚刚讲了，其实它不是一半，它是过半。我听到是过半，但是没有多很多啦。就说我们都已经过半了，那你要不要下来？就大家那个你知道，民进党关起门来就是炮声隆隆，公委就拍天啦恋战啊什么的，就很难听。那你这就是实质的逼宫大会嘛，对不对？那当然了，也许你就说出来，大家嘴巴也是很大，也是到处转述。可是转述比你赤裸裸的在那边上演，这个是不一样的。那所以老柯，我认为就是他把它搬到议场前面来，就摆明给大家看。如果在议场，那个记者就在上面谁要逼宫？对，而且甚至你别党啊，什么搞不好徐小新，全部都在了，搞不好所有摄影机都在。8点多，然后国民党也去，搞不好黄国昌也去直播啦，对不对？明天各大电视台都会在现场直播这个，一定的啊！而且你黄国昌也可以直播，徐小新也都来直播，叶元之直播网马上就可以直播。到底现场看谁来逼宫，谁话讲那么难听，我就全部摊给大家看。我认为老柯的逆袭是在重点在这，那所以大家明天看这个公开场合这样子，那谁敢这样子实质逼宫啊？那你对啊，所以我觉得明天这一招是还蛮精彩的。我补充一点，我觉得
如果是在这个公开场合来转播所有过程的话，最后的赢家都是柯建铭，输家都是民进党。因为柯建铭如果没有被罢免掉的话，代表了家丑给大家看。柯建铭到最后如果真的在现场弄得不好看，他离开了，会有人来替柯建铭讲话。觉得他被欺负了。其实这个因为现在帮柯建铭的很多人是说他是个前辈，而且这么久了，你这样子弄出来用这种联署书是很难看的。这就是党团自主吧？那老柯如果说明天这样，他老柯赢，那就大家就尊重，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也不觉得什么输赢。对，来一帅，你先讲为什么你跟小玉会是不同看法？因为刚才大家都在讲逼宫柯建铭啊，如果明天柯建铭在党团在立法院的现场，如果真的没有退的话，那就不叫逼宫柯建铭，那叫直接逼宫党主席。所以我不觉得老柯会这么做了，所以我觉得他是想要一个光荣的下台阶的一个方式，所以在我的判断当然明天还没发生了，明天可能我也要输小玉，明天就知道。没有啦，我们要赌一碗牛肉面，然后那个小五哥做见证吧。所以我觉得是，其实当然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本来可以很简单处理的。我说的就是赖清德他以党主席的身份跟柯建铭一通电话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可以不用那么复杂，可以更温暖一点，去把柯建铭来劝退下来。那这样子的不用这些枝枝节节什么潘孟安还有什么联署书，那个加麻烦的加了油的，那就是一通电话了柯建铭召集党团会议，大家拢有共识了就直接就下来嘛。包含昨天传出王一川辞掉这个政策会的这个执行长，又有人说就是准备好，就是让他可以老柯下台阶，好下台阶嘛，总不能裸退嘛，因为毕竟对党的贡献。我们要讲的是说，老柯这个标签他变成战狼的标签是被国民党贴下去的，好不好？他以前叫乔王，好不好？最会乔的就是老柯，什么时候这个会期大罢免的时候，他变战狼这个都很奇怪嘛。其实是被国民党操作成功。我必须说，国民党操作了很成功的是，因为我们这次知道大罢免很难打的原因是没有各地的候选人，民进党没有，所以他们就假装柯建铭是候选人嘛，变柯建铭跟韩国瑜的战争的时候，他们巩固了所有蓝营的基本盘，甚至很多的中间选民对于柯建铭的一个仇恨值也叠加在这个大罢免身上。大罢免很难打的原因是没有各地的候选人，民进党没有，所以他们就假装柯建铭是候选人嘛，变柯建铭跟韩国瑜的战争的时候，他们巩固了所有蓝营的基本盘，甚至很多的中间选民对于柯建铭的一个仇恨值也叠加在这个大罢免身上这个是柯建铭愿意的吗？不是嘛，是国民党硬贴在老柯身上的嘛，所以老柯承受了这些大罢免这些所谓蓝营的攻击也好，或在立法院党团协商里面的种种的攻击也好，他当然心里面会觉得很委屈嘛，说我努力的为所谓的国会可以过半这件事情在努力，为什么到最后是我要扛罪责？同样的，我要讲林右昌更倒霉啦。林右昌一开始可能还反对大罢免但是林右昌还是为党做了这个所谓的大罢免失败一个承担责任嘛。所以我觉得老柯因为我们认识久了，他应该明天会很顺利的这个作为这个为了整个政党来做一个好好的处理。我就补充一点就是我有点意见就是说事实上也不是有很多的方案就是说到底要怎么对待这个柯建铭，大家有一些没有啦，你欧北来过，他就是甚至党内有些声音就说不然来搞罢免，可是那时候被挡下来，因为他们觉得太夸张了。你他没有罢免制度，对他们党团的三长是没有罢免制度，他只有任期到要不要下来。总而言之，就是有激烈讨论到这个地步，是我听到的。但是后来这些通都不行啦，因为就像这个刚一三讲，你还是要给他尊荣嘛，所以才会有讲说不然就是王义川的那个政治会执行长给老柯，甚至或再辟一个这样子更尊崇的一个党团的一个职务啦。可是就是说，就我的意思就是说，老柯就是不愿意嘛，就是他意愿就不愿意下来，就这样啦。来，舒培，这个民调的结果代表民进党最近的这个民众对民进党的认同其实是往下的，都在726跟823之后，所以包含府院党都已经有开始改革，一些人事全部在开始替换，其实就是在回应民意。那党团需不需要？党团当然也需要那所以包含这个党团的其他的这些这个干部，其实陆续都在辞职的状况底下，党团总召当然会是一个会被认为他也应该要这个做替换的一个
这个重要的这个角色，但是因为柯建铭非常特别，柯建铭是我们的从陈水扁总统，我们是少数政党，但少数这个国会席次的状况底下，他就开始带领民进党，然后一直到这个民进党只剩下27席，马英九执政的时候，他也继续带领民进党，然后民进党全面执政的时候，他也带领民进党，大家都知道他有功勋在民进党，现在你要把他换下来的时候，确实不那么简单，但民意有需求的时候，他就必须要有一些转换，所以绝对不是刚刚博弈讲的什么不合理、不合情、不合法。我觉得当民意有需要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可以执着在那个位置上面。我必须要讲，那怎么去处理？就如一山大哥所说的，这是绝对需要智慧的。当需要智慧的时候去处理的时候，包含所有的府院党的成风如何去协调这一件事情，就是非常重要的那我看到这个有立委开始在讲说那个同意那个联署书的那一件事情啊，我觉得这都是每一个人，就如刚刚大家讲的，民进党就是大鸣大放，每一个人都有人都有想出自己一套要解决这个方法的方式所以 A 就是说联署书 ，B 说大罢免 ，C 说叫谁去跟总召堂，每一个人都在做同样的事情，但是做总结啦就是要回应民意啦那柯建铭总召，如刚刚一山大哥所说的，他过去在民进党少数的时候，都有办法带领民进党走出用论述的方式走出这个少数，然后变成国会最大党，然后甚至全面执政。那现在他在过去的这1年来被国民党、民众党抹黑成这个样子，然后现在李柏玉居然广拿给手金，还说民进党要罢免他，是这个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叫他讲话，对，我真的觉得我超没有办法接受，尤其你知道吗？做民调就这么高，那我就要帮柯建铭总召讲话，完全就是广拿给手金，明明之前就一直讲说这个什么朝野没办法协调，没有办法沟通，就是因为柯建铭，结果现在说我们如果要回应民意，要换掉总召的话，说我们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我说刚刚讲安奈行的是你贵啊，是你，就没了是你讲的。没有，其实我也讲不是任了，我一开始讲他觉得不是任了，但是给他尊重。对所以你又说他不是任，然后我们想办法要解决我们内部的问题的时候，你又说我们不合理、不合情、不合法。你是拢回拢你讲的，这不是就奇怪吗？然后我最重要补最后一点啊，国民党啊，这个当然博弈这个，我想他有对总召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心情啊。但如果博弈对总召有这样的心情，要不要先去解答朱立伦明明9月5号要领表，为什么莫名其妙延后1个礼拜？这个东西才不合理、不合情、不合法吧？都已经公告的事情，国民党自己的党主席，是不是？这个才不合理、不合情、不合法啦！嘴别人，好不好？党主席改了就改了，没有不合情、不合法。你有想说我们在选这个议员的时候，如果中选会公告领表的时间是某年某月某天，他突然想说，太少人了，我想的那个人还没有表态，我直接延后1个礼拜。不可能啊！这一定是违法的。你太不了解国民党了。指定接班，还指定未来的党主席要释放柯文哲，这是很奇怪。那当然，你说照舒培刚才也讲到，那老柯对民党在一路打仗成长的过程当中，那一定有他的一些的贡献在。那对于明天，尤其在议场里面，然后那个假动到底会呈现出什么一个状态，或民党在整个清战场以后会呈现什么样一个情形？那在未来，不管是2026、2028跟蓝白之间，大家会是什么样一个对垒？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谢谢我们妹妹，我们明天见，拜拜。